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你的人生呢？你现在的工作能做一辈子吗？如果得了重病，保险够赔吗？退休之后的钱够用吗？如果你问10个人这些问题，你能猜到9个人的答案都会一样。不难理解，因为这个世界上90%以上的人都不是有钱人，所以相对来说，他们的人生规划会比较迷茫。2007年的时候，当时的企业家 Donald Trump 和《富爸爸穷爸爸》的作者 Robert Kiyosaki 就意识到这个社会的现象，于是他们就合作写了一本书 Why We Want You to Be Rich， 中文名叫点石成金，或者川普亲戚让你赚大钱。他们希望传达一个信息，只有每个人都变富了，才能解决贫穷的问题。而今天这部影片，我将会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，这本书当初是如何帮助我脱离贫穷的3个核心的思维，以及书里面没有提到过的隐藏的心法。我更会分享我的亲身经历，为大家把复杂的思维化繁为简，希望能帮大家减低达到财富自由的门槛。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给我几分钟的时间，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，你就会获得意想不到的价值。第一，你要去学开源，而不是节流。这句话是这本书的入门心法，是 Donald Trump 和 Robert Kiyosaki 的共识。你一定要耐心的听，把基础打好。其实我现在跟一个人聊天，几句话就知道他的身价大概多少了，因为你的言语会无形的透露出你的水平。书里面提出了以下的问题：如果你有1万元，你可以过几天的生活？如果你有1万元，你需要多久把钱变成2万元？毫无疑问，问第一个问题的人肯定是穷人。穷人的心智模式是认为节流比较重要的，相反，富人却认为开源最重要，所以他们会问第2个问题：富人聪明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些穷人看起来天大的事情，其实只需要1点钱就能够完全的解决掉。穷人的所有问题都变得不是问题了，问题可以找其他人去代劳，而自己就专心赚钱。当赚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，这些琐碎的事情就越来越不是问题了。那些就像 Donald Trump 和 Robert Kiyosaki 一样的聪明人，花几千美元请几个保姆，OK， 洗衣、做饭、拖地，甚至叠被子，都可以不用自己做了。每天至少节约3到5个小时，而且保姆很专业，做得比自己好得多。每天都可以穿洗过的衣服，吃香喷喷的饭菜。聪明人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看书与工作，参加提高自己的培训，这样聪明人会越来越聪明，工作做得越来越好。而笨蛋从来不舍得投资自己，从来不参加培训提高自己，也不喜欢看书，更加不拼命工作。所谓术业有专攻，穷人就是会的太多了，会的多就不专业，每一项都做得普普通通，在社会上毫无竞争力。所以我建议现在贫穷的人，把你的钱都花出去，用来买时间，用来学习和工作。越是贫穷，越不要看重钱。你能节约几个钱吗？能赚钱才是王道。一个人如果1年赚不到100万美金的话，节约起来有意思吗？根本毫无意义。我以前大学去打工做兼职的时候，认识好几个人，他们中午都带饭到公司吃，公司还给他们准备了微波炉，他们晚上回家要做菜做饭，准备好第2天的饭菜。这些人眼光非常短浅，就为了节约几十块钱，浪费了至少1个小时去做饭做菜，不会算账，认为自己的1个小时就只值那么几十块钱。而那时我大学做兼职赚来的钱全部花掉，1分不剩。本来就没有几个钱，我不会去浪费1个小时去买菜做饭，我都是直接到餐厅吃饭，而且我经常叫车上学上班，因为我觉得坐公交等公交非常浪费时间，可能要多付30分钟到1个小时不等。我节约的时间就投入到工作与学习中。其实当一个人穷的时候，根本省不下几个钱来，但是时间却是异常的宝贵。我用节约下来的时间全部投入到学习与工作中，这样我学习到好多
多关于创业致富的道与术，非常快的就拉开了与普通同事同学的差距，很快的就比这些人多赚几千块几万块了。我过得越来越潇洒，普通人还在为自己能节约几十几百块钱沾沾自喜，认为自己会过生活。当年的那些同事同学认为我这个人很奢侈，实际上奢侈的是他们愿意用自己1个小时的生命来换几十几百块钱。后来我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去创业，很多以前的同事都被挖过来了，成为了我的下属。很多事情其实就是个简单的思想问题，大家想通了就非常简单，想不通就痛苦一辈子了。第二，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开源的道与术了。那么除此之外，就是要自己学会投资，不要随便把钱交给别人管理。书里面提到过，当你告诉别人你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钱的时候，他们很乐意建议你把钱交给他们处理，但遇到亏损的时候，他们是不需要赔偿给你的，你只能为你自己无知负责。其实，如果你想要成为一名投资人，除非你有足够多的空闲时间，有足够多的金钱让你去投资，吸取失败的教训，因为失败多了就能成功。显然，具备足够的时间与金钱的条件很难达到，除非你跟 Donald Trump 一样，父亲是个超级的富豪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条件，你能做的就是学 Robert Kiyosaki， 先成为一名企业家。什么叫企业家呢？企业家与小老板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？小老板就是自己带团队做业务赚钱的人，自己离开企业基本不能运作的人叫做小老板，而企业家就是请了 CEO 为自己打理公司的人。企业家离开了企业照样运转，而且运转的越来越好。比如马云到处游山玩水，史玉柱到处看花花草草，就算离开1年以上，公司依然不会倒闭。这样的人才能叫企业家，否则只能叫小老板。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投资人，企业家能打造一个自动运转的盈利系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实践了解如何打造企业。你成为投资人的时候，你才能慧眼识珠，分辨出谁可能成为企业家而投资他，不会被一些只有激情与梦想而没有能力的人欺骗了金钱。永远不要直接投资一个小老板或者普通员工，风险太大了。因为这样的人根本不理解系统与产品之间的关系，投资这样的人回报率极低，他们很难把企业做大。很多小老板与普通员工认为自己能制作好的产品就足够了，岂不知能炒好菜的厨师有很多，但海底捞只有一个。所以一个成功的投资人必须先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。成为一个企业家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的企业不断的在给你提供现金，你可以拿这些现金不断的去投资。我的做法很简单，我是把钱拿来投资我认为出色的员工。我的员工当中有特别优秀的人，我就会辅助他做一个小业务，让他成为分公司的老板，给他1半的股权，帮助他做成功。我只投资我熟悉的领域，基本就是我们企业业务的上下游延伸，这样成功率高很多。如果各位有心玩投资，你就会慢慢爱上这个行当，因为这是一个钱赚钱的行当。你终于不用自己起早贪黑的操作企业里的事情，而是每年等着分红，然后游山玩水，有钱有闲，终于可以天天陪老婆孩子了。但前提是你看准了人，投资本质上拼的是看人的眼光。第三，你必须要明白，只有变富才能解决贫穷的问题。这不是废话，你看社会上很多人是指望着政府帮他们解决贫穷的问题的，指望着政府为他们提供住房保障、医疗保障、提供生活保障等等。人们已经养成了不劳而获的心态，至今仍指望政府提供某些施舍。有钱人也是这样，许多大企业接受政府的补助，如果没有政府的施舍，美国许多农场、牧场就无法存活了。但 Donald Trump 和 Robert Kiyosaki 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保障体系的。书里面也提到过，当今所谓的中产阶级逐渐的消失了，
中产阶级相信政府会介入照顾并且保护他们，所以觉得安全无忧。但是他们一点也不知道，政府根本无法做什么事来保护他们，因为很多社会跟政治的问题已经超过任何政府能解决的范围里了。你看，美国今年的失业率节节高升，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。Donald Trump 带领的美国政府也没有什么办法能纾困，因为大部分的财务政策都是帮助富人的。而 Robert Kiyosaki 的穷爸爸以前就是大学教授，本以为是个稳定的工作，却在年迈的时候被解雇了，他完全失去了收入的来源。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心里面一定要不停地提醒自己，当穷人有多么可怕，会导致什么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没钱的人智商还会越来越低，进而越来越没有钱，而有钱的人会变得越来越聪明，进而越来越有钱。所以我们必须赚钱，以防止我们变得越来越笨。为什么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人一旦贫穷，就会有很多琐碎的事情要去做，会去担心很多简单的问题。上面也提到过了，比如你成天得担忧吃饭价钱太贵，买几斤水果也嫌贵，你得早早起来去上班，赶公交车，坐地铁，这些都很浪费时间的。另外，你遇到的朋友都是和你一样没有什么未来的人，谈论着对大家前途毫无帮助的人物、事情。等到年纪大了，要结婚，又开始担心对象不好找，找到了也不满意。接下来要开始担心买房子没钱，好不容易父母帮着付了个首付，又要每月还贷，结婚后又要养了个孩子，成天纠结着孩子的奶粉钱啊、尿布钱啊。随着孩子长大，教育的花费，早晚接送孩子上学，都是非常浪费人精力的事情，各种各样琐碎的事情多得不得了。你要知道，当一个人琐碎的事情多了，就无法专心提高自己的竞争力，不能专心提高自己的竞争力，就会终身贫穷，而人穷了，就必须面对这些琐事，是一个死循环，也是 Robert Kiyosaki 常提到的，在老鼠圈里面赛跑。那么，如果你有很大的欲望去摆脱贫穷，我还是呼吁你去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一切关于发财的信息了。好了，我祝福给我这部影片点赞的朋友早日达到财富自由，你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，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进步。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，拜。